各位观众老爷好，在前面几期中，我们着重介绍了联盟与部落阵营中各种族的发展状况。从本期开始，我将介绍各大副本中的故事。目前，怀旧服是按照6个阶段来开放副本的，因此在接下来几期中会以副本的开放顺序来为大家逐个讲述各大副本中的故事。那么话不多说，让我们立刻开始今天的故事吧。首先，编年史中用一段奇妙的文字讲述了我们作为玩家是如何来到魔兽世界中的，一起来感受一下。世界各地的混乱局势正在飞速扩散，并且愈演愈烈。联盟与部落之间脆弱的停战协议已经成为一纸空文。在战略重地战歌峡谷、阿拉西盆地和奥特兰克山谷中，大型战事接连不断，两大阵营之间的全面战争一触即发。然而，更令人担忧的威胁来自于部落与联盟之外。在杜隆塔尔，半人马部队正策划袭击偏远的兽人领地；在莫高雷，牛头人受到原始野猪人部落的不断侵犯；在泰达希尔，猎魔、熊怪等生物的滋生让暗夜精灵们颇为苦恼；在艾尔文森林，人类村庄被狗头人窃贼和患病的野生动物攻击；在提瑞斯法林地，被遗忘者的死对头血色十字军只想铲除他们；而在丹莫罗，矮人与侏儒正面临着双宗巨魔的滋扰。胡说，其实矮人最主要的威胁是没酒了，因为他们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让你去找酒。总之，世界各地的危机仿佛永远不会结束，混乱在每一片大陆、每一个国家、每一寸土地上肆虐，随时可能演变成为大规模的灾难。此时的联盟与部落都没有意识到，在这些接连不断的混乱背后，竟是上古之神在作祟。他们正在悄然煽动着冲突的火焰，企图削弱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如果仍有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再小的火星也会转化成为毁灭的野火。所幸的是，这些零星的火焰最终还是没有传播开来。世界各地出现了许多勇士，他们挺身而出，为艾泽拉斯而战。只不过，这些勇士不再是过去战争中的那些传奇英雄，而是一个个平凡的艾泽拉斯居民。虽然他们踏上征途的原因各有不同，有的人是为了寻求冒险，有的人是为了追求正义与高贵的目标，有些人则是为了仇恨而加入到与对立阵营的战争之中，有的人则是为了赏金而战，也有人为了荣耀而战。他们的名字将被整个世界铭记。还有些人选择独行，而另一些人则结成了强大的工会，共同对抗黑暗。在今后的岁月中，这些非凡的勇士将一次次响应各自阵营的召唤，完成一项项艰难的任务。如果没有他们，也许艾泽拉斯终将臣服于邪恶的力量。怎么样？听完编年史中是如何形容玩家的，你会作何感想呢？接下来的部分就要正式开始我们的副本之旅了哦。在200多年前，黑铁矮人的巫王索约森将火焰领主拉格纳罗斯召唤到了艾泽拉斯。炎魔的重生引发了一系列毁天灭地的大爆炸，爆炸当场杀死了巫王以及许多黑铁矮人，并在地表形成了一座怒焰滔天的火山，也就是如今的黑石山。此后，黑铁矮人都沦为了火焰领主的奴隶。幸存下来的黑铁矮人在黑石山深处建造了一座要塞，名为暗炉城。在那里，他们的子嗣世代侍奉拉格纳罗斯和他的爪牙。以上这一段内容的详情可以查看编年史第19期视频。时间来到第3次大战结束后，蛮锤氏族与同须氏族的矮人们没办法解救，也不愿意去解救这些远房表亲，因为最初就是黑铁矮人向他们发起了战争。今天的这一切全是他们咎由自取的后果。现在，代表火焰之王统治黑铁矮人的是达格兰索瑞森大帝，他是200年前古代巫王的后裔，这是一位颇具魅力的领导人，但他性格暴烈，很难相处。虽然他不甘心让黑铁矮人臣服于火焰之王的意志，但却又十分享受拉格纳罗斯赋予他的力量。而当拉格纳罗斯命令达格兰动员黑铁矮人准备下一场战争时，大帝喜出望外，他一直梦想着能够征服其他矮人氏族。此举不仅是为了统治他们，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够联合所有矮人的力量，打破火焰领主对他们的控制。而作为侵略战争的第一步，他绑架了铁路堡国王麦格尼同须的女儿莫艾拉同须公主。索瑞森打算把她当作人质，作为即将到来的战争中最后的筹码。他相信，为了保住女儿的性命，麦格尼愿意付出一切，当然也包括为了避免他女儿受到伤害而按兵不动。但没过多久，达格兰就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位公主。莫艾拉有着敏锐的智慧和坚强的意志，即使沦为俘虏，她也丝毫没有表现出畏惧。这2位矮人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长谈，探讨关于未来的希望。原来，莫艾拉是铁路堡的正统继承人，但他的父亲从不相信女儿可以像男人一样统治一个国家。自从莫艾拉被达格兰绑架后，非但没有将他当作囚徒，还给了他父亲都没有给过他的尊重，认真听他说话。
后来，达格兰将自己解救族人的计划原本地告诉了他，并表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愿意做任何事。几个月后，莫埃拉与达格兰举行了婚礼。而当这个消息传到铁卢堡时，麦格尼国王无法相信女儿是自愿嫁给敌人的传言。在他的招募下，由勇士，也就是玩家组成了一支秘密行动队伍，潜入黑铁矮人的要塞营救莫埃拉。勇士们的队伍一路杀进暗卢城，来到帝王之座面前。在一番战斗后，达格兰索瑞森大帝被勇士们杀死了。令勇士感到意外的是，莫埃拉非但没有感谢勇士们，反而对此感到震怒不已。他拒绝接受营救，并声称自己已经怀上达格兰索瑞森的孩子。他相信达格兰的计划可以让黑铁矮人恢复自由，并决心继续丈夫未尽的事业。为了达成丈夫的遗愿，莫埃拉强行压抑了丈夫的死而给她带来的愤怒。大帝的死让黑铁氏族陷入一片混乱，但这样的局面对莫埃拉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尽管纳格拉罗斯手下的士官们对莫埃拉是否会忠于火焰领主抱有疑心，但此时他们都忙于重新掌控黑铁氏族，而无法严密监视他的行动。莫埃拉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他私下传出流言称，黑铁矮人正在火焰领主的逼迫下组建一支大军。达格兰索维森的死延缓了这支军队成型的时间，但无法拖延太久。随着时间的推移，拉格纳罗斯和他的部队只会变得更加强大。为了吸引到更多的注意，他还在留言中指出，在黑石山深处有着世人无法想象的财富与神器。他以此希望那些勇敢或是贪婪的英雄们可以组建起队伍，粉碎纳格拉罗斯的防御，将火焰领主放逐回元素位面。最终的结果甚至比莫埃拉自己希望的还要有效。还没等联盟和部落针对流言采取措施，海达西亚水元素却立刻展开行动。这些水元素生活在艾萨拉东部的小岛上，他们天生便是火元素的死敌。他们愿意向任何挑战纳格拉罗斯的人提供帮助与奖赏。没过多久，水元素便召集起几十名勇士，前往火焰领主所在的山脉中心作战，那里便是熔火之心。他们小心翼翼地在这座充满爆裂熔岩的要塞中前进，一路上与最强大的火元素交战，并将他们一一杀死。在击倒熔火之心的所有防御者后，勇士们使用了水元素赐予的礼物，摧毁了拉格纳罗斯的防御符文。于是，挡在他们与火焰之王之间的屏障消失了。研墨之王拉格纳罗斯出现在勇士们的面前。虽然他拥有传奇般的力量，但仍然不敌这些入侵者。在战斗失败后，研墨之王被放逐回了元素位面。黑铁矮人最终获得了自由，而那些曾经怀疑过莫埃拉动机的人开始祈求他的宽恕。作为达格兰索维森大帝的遗孀，他一直握有统治黑铁矮人的权利。而作为他们的解救者，莫埃拉赢得了他们的忠诚。但这场胜利并不意味着黑铁矮人的日子会因此变得轻松起来，也并不意味着莫埃拉放弃了她丈夫生前征服矮人的梦想。不过这都是后话了。在介绍完黑石深渊与熔火之心后，按顺序来说是应该讲讲奥尼克西亚的故事了。不过我在上期介绍暴风城失踪的国王的故事时提到，奥尼克西亚的内容其实是有些吃书了。在游戏里，熔火护符的任务线过程中，是玩家们在黑石深渊救下了雷吉纳德·温德索尔元帅，并最终揭发了由奥尼克西亚伪装的卡特拉娜·普瑞斯托的阴谋。而在漫画中，燃烧远征的时间线里，则是由瓦利安国王亲赴黑石深渊救下温德索尔元帅，并由他们一同揭发了奥尼克西亚的阴谋。而编年史中与漫画剧情基本一致，只不过是没有提到温德索尔元帅这一茬罢了。其实大家也不用奇怪，这是编年史的一贯风格。上古之战3本小说的体量，他几页就说完了。更重要的是，漫画与编年史中都提到，奥尼克西亚其实最终是被瓦王杀死的，而非玩家们所斩杀的。我看编年史时，我就在想，那我们玩家到底砍的是谁的头啊？好了，怀旧服一阶段的团本已经介绍完毕，接下来我们来讲讲5人本中发生的故事。马拉顿的秘密。在编年史第17集视频，我曾讲过关于半人马与马拉顿的故事。在此后的1000多年，牛头人部族与半人马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不断，双方都死伤惨重。这种情况直到牛头人加入部落后才缓和下来。大酋长萨尔采取了多项措施保护他的新盟友，任何敢于侵犯牛头人领土的半人马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在之后的几年，双方的敌对行为减少了，大多数半人马撤回了他们毫无生机的领土凄凉之地，而牛头人也建立起了新的家园雷霆崖。然而随着半人马的再次出现，和平的希望破灭了。这些半人马部族从凄凉之地蜂拥而出，将周围的区域化为废墟。萨尔向部落的勇士发出召唤，请求他们解决凄凉之地的骚乱，让局面重新稳定下来。当部落的勇士来到凄凉之地时，发现这里的几个半人马部族正在互相残杀。随着调查的继续深入，他们遇到了一个名叫瓦鲁格的半人马，他是马格拉姆部族的领袖。瓦鲁格告诉勇士，凄凉之地已经受到了腐化，而腐化的源头来自一个叫做马拉顿的地方，这里是半人马的圣地，同时也是土元素的领地。
一位名叫瑟莱德斯公主的土元素和她已故的伴侣领地守护者扎尔塔的灵魂就生活在那里。在1000多年前，瑟莱德斯公主和扎尔塔孕育出了半人马一族。瑟莱德斯深爱着他的半人马子嗣，而近年来，他担心部落的崛起最终会导致他们的灭亡。在与部落对峙了多年后，他终于决定亲自出手拯救他的子嗣。他把自己的力量注入了半人马体内，让他们离开凄凉之地，挑起战争，占领新的领土。虽然大多数的半人马部族都效忠于瑟莱德斯，但马格拉姆部族却没有这份忠诚，这让他们成为了部落完美的盟军。部落帮助他们镇压了其他暴力部族，并派出勇士进入马拉顿。他们一路深入到这座墓地的中心，击败了马拉顿中的所有生物，其中也包括了瑟莱德斯。在马拉顿中的胜利结束了凄凉之地的腐化，也除去了半人马身上嗜血的暴虐属性。后来，半人马的各个部族团结起来，瓦鲁格和他的马格拉姆部族成为半人马的领袖，凄凉之地因此迎来了和平。然而，没有人知道这份和平可以维持多久。在说完了马拉顿的故事后，下面要讲述的是厄运之锤的故事。厄运之锤的前身名为艾雷萨拉斯，在1万年前曾是上层精灵的城市。关于艾雷萨拉斯的故事，在编年史第16期视频有详细介绍。后来，大分裂事件让这群精灵失去了永恒之井的能量，为此，他们便禁锢了一个名叫伊莫塔尔的恶魔作为能量源泉。而后，经过了数千年的时间，因为托赛德林王子对能量的贪婪，令他屠杀了大量的精灵同胞，从而导致了这座城市的荒废。时间继续向前推进，来到了第2次大战。当时，在旧兽人部落中有许多食人魔，而当旧部落战败后，食人魔的各个氏族纷纷四散奔逃。有些食人魔穿过黑暗之门回到了德拉诺，但另有一些却不愿意回到德拉诺。他们经历了艰难的旅程，跨越大海，来到了卡利姆多，找到了可以定居的地方。时间再次向前推移，来到了当下。就在部落刚刚平息了荒芜基地的危机后，新的危机又出现了。在菲拉斯南部的丛林深处，食人魔的突袭队伍正在攻击当地的居民，所有不幸路过那里的旅行者都遭到了袭击。就连德鲁伊也感觉到，在那片扭曲的荒野中传出了腐蚀衰变的气息。在经历了一连串的冲突后，部落发现这些麻烦的源头来自于厄运之锤。大约15年前，一个名叫戈多克的食人魔带领他的哥杜尼氏族来到了厄运之锤。他们就是前面提到的，在第2次大战后幸存下来，并远渡重洋来到卡利姆多的其中一支食人魔氏族。他们之后在此地继续发展壮大着。这群食人魔将厄运之锤改建成一座角斗场。插个题外话，在这座角斗场中会刷新3种精英怪，其中有一个名叫无敌的斯卡尔的胖子会掉落欺诈宝珠。话说回来，在最近，食人魔领袖戈多克脑海中出现了可怕的低语声，阵阵低语令他有了疯狂的杀戮欲望。他命令他的氏族向所有遇到的人大开杀戒。部落派出了勇士前往厄运之锤北部探查哥杜尼氏族的情况。勇士们本打算杀死戈多克，终结他的疯狂统治，但来到厄运之锤后，他们发现这座城市中潜藏了2个腐化的源头。这第一个源头来自翡翠梦魇。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曾提到过翡翠梦魇的诞生，当中提及在菲拉斯正巧有一棵梦境之树。上古之神的黑暗能量正是通过这棵梦境之树影响到了厄运之锤中的哥多克，这股能量让哥多克发狂。部落的勇士们清楚，只有清除掉这股腐蚀源头，才能让菲拉斯幸免于难。于是他们深入了厄运之锤的东部，消除了腐化的源头。而至于腐化的第2个源头，则让勇士们更加震惊。一只不为人知的精灵血脉辛德拉生活在他们昔日城市废墟的西部地区。起初他们并没有让勇士们察觉，因为他们看起来似乎没有敌意。但很快，部落便发现这些精灵囚禁着一个名叫伊莫塔尔的恶魔，并以他的能量为生。部落的勇士别无选择，不得不出手制止了他们。最后，伊莫塔尔被放逐回了虚空。这样一来，精灵们的能量来源被切断了，也因此招来了精灵们的怒火。辛德拉的领袖托赛德林王子亲自向部落发动了反攻，但他已经无法再依靠伊莫塔尔的力量，于是他倒在了部落勇士的利刃之下。厄运之锤成了他的坟墓，余下的精灵纷纷逃离厄运之锤。他们在荒野中游荡了多年，渐渐习惯了失去恶魔力量的生活，从而再次找回了自我。好了，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在怀旧服1、2阶段中开放的熔火之心马拉顿以及厄运之锤的故事背景，在后面将接着为大家带来其他的副本故事。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关注、转发、素质3连，我们下期再见。